大家好，我是 Klaus。我们在上一期视频里面分析了台湾归属问题的历史，也解释了台湾属于中华民国的现状。但是有人还是质疑，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名字有点长，我们取其中的3个字，以下简称中共国，是联合国承认的合法政府，而中华民国是伪政府。这个问题就涉及了中共执政的合法性的问题，还有国际上的一个中国原则。执政合法性这个词，我相信对很多人来讲都不陌生。我们不时会在时政分析的频道里面听到很多人讲，我可以先在这里大言不惭地说，他们之中几乎没有人能真正理解什么是一个政府的执政合法性。另外，关于一个中国政策，大陆人的理解也是有偏差的。先不要说我浮夸，我只是为了吸引你的注意力，跟我们看到最后你就明白了。谢谢。中国人自古以来最讲究什么呢？当然是传统。一直以来，中国的执政合法性的传统就是继承制，要当皇帝必须要是嫡长子，如果是庶出或者是次子，那就没有继承权，合法性就会受到挑战。历史上因此被推下皇位的比比皆是。秦朝和隋朝都是2代皇帝就灭亡了，秦二世胡亥和隋炀帝杨广都是次子，世兄取得皇位，从一开始就没有执政的合法性。在朝代更替的时候也是讲究继承制，在能得到前朝认可的情况下，合法性的继承就是由前朝皇帝宣布退位诏书。退位诏书就是移交国家政权的官方文件，当中也是有很多的礼节仪式，历史上也发生过很多次。公元220年，东汉献帝刘协宣布退位诏书，禅位于魏王曹丕。如果是在前朝不会让位的情况下呢，那就用武力取得前朝的玉玺，玉玺作为前朝权力的象征，取得了前朝的玉玺，就是继承了执政合法性。西方民主国家的政权合法性就是来自于公投，通过民主投票的方式确定政权的合法性。所以不管是用中国的传统还是西方的方式来看，中共都是没有执政合法性的。中共的政权当然不是和平让位，而且事实上中共国和中华民国到现在都没有签署停战协议，也就是说还处于战争状态。如果要打仗，直接开打都不需要宣战的，所以中华民国没有让位。另一方面，中华民国国玺在台湾，中共也没能通过武力取得。从西方的公投方式来看，中共的从上往下各级政府都不是通过全民公开投票的方式产生的。近些年，有些村子是可以部分人投票的，但是村委会不是政府，到镇一级才有政府，村民就不能参与镇政府的投票了。而相反，中华民国才是合法政府，中华民国是有继承大清政府的正统，有末代皇帝溥仪的退位诏书，而且现在的政府也是由公投方式产生的。本届蔡英文政府还达到了历史的最高票数，创下了台湾史上的最高纪录。所以不管从哪方面讲，中共执政都没有合法性，反而中华民国都是有合法性的。那问题又来了，中共国是联合国承认的，怎么又没有合法性了呢？首先，合法性和外交承认是2回事，就像难道黑社会就没有人认可和加入了吗？合法性是自身的问题，外交承认是外部的问题。比如说，如果你要证明自己是个好人，那你需要证明自己身上具有好人的优秀品质，而不是拿张三和李四认为我是好人来作为证据。联合国和世界上的很多国家承认中共国是被现实逼迫的一种无可奈何。我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了，一个流氓霸占了别人的老婆，睡了很多年，孩子也有了，也就是符合了法律上讲的事实婚姻。但是事实婚姻不代表合法性，这个女人表面上是流氓的老婆，但实际上还是别人的老婆，因为婚约还是在别人手里。左邻右舍们迫于现实，毕竟这个女人被流氓睡了这么多年，孩子都生了好几个了，直到现在流氓还是拥有对她的实际控制权和使用权，无可奈何，只能承认她是流氓的老婆。但是这一点无法改变流氓不具备拥有这个女人的合法性。我一开始大言不惭地说过，很多时事评论的主持人没有几个真正理解中共执政合法性的。我听过很多拥有几十万粉丝的大 V 说，如果中国发生了什么什么事，就会影响到中共的执政合法性。
还有很多人说，中共的执政合法性来自于让中国人赚到钱，现在经济搞不好，就影响了中共执政的合法性。这些说法都是混淆了执政合法性和统治基础这两个不同的概念。你对人民好不好，影响的是统治基础。就像我举的那个例子里面的流氓，流氓要是对那个女人好，人家心甘情愿的让你睡，流氓对她的控制权和使用权就得到了保障。如果对她不好，那哪天流氓睡着了或者喝醉了，那第二天就上新闻了。所以说，中共的执政合法性是不会受到任何影响的，因为他们本来就没有，怎么会影响呢？就好像我如果发了一个朋友圈说，哎呀，今天真倒霉，把新买的兰博基尼给弄丢了，你肯定知道我在吹水，因为你知道我买不起兰博基尼，怎么会弄丢兰博基尼呢？所以虽然中共国没有执政的合法性，但是他们有14亿的人质在手里，所以就得到了很多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外交承认。这里也就涉及到了一个中国原则。一个中国原则算是国际上最敏感、最尖锐的话题之一了。那我们今天就来把这层窗户纸捅破。中国外交部天天说尊重一个中国政策，那到底什么是一个中国政策呢？大陆人对一个中国原则的理解就是，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那就是中共国。世界上所有的国家和国际组织都承认中共国是唯一的中国，任何其他的言论都是干涉中国内政，试图分裂中国，都是反中、反华，伤害全体中国人民的感情。当然，这个跟中共国的教育和宣传有关。一个中国政策其实是两方面的，是一种选择。世界上的国家可以在中华民国和中共国之间做一个选择，只能选择一个建交，选择了一个就不能选择第二个，而不是大陆人认为的只有中共国是中国。选择的逻辑前提就是至少有2个或以上，如果只有一个，那就不存在选择了。也就是说，一个中国原则的基础是承认了2个中国的存在，但你只能选择一个，因为事实上中华民国和中共国一直没有签署停战协议，2个国家还处在战争状态，都宣称对整个中国的领土拥有主权，在本质上跟现在的朝鲜和韩国是一样的。朝鲜和韩国以前也是一个国家，也是2战之后分开的。为什么我们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妥呢？最实际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在朝鲜嘛。一个中国的这种选择，随着中共国的发展和强大，再加上中共国用撒币的外交手段、经济的制裁、蜜糖加大棒的双管齐下，使得世界上选择跟中华民国建交的国家越来越少。现在还剩下15个邦交国，联合国没有承认中华民国，不代表否认，毕竟中华民国曾是联合国创始国之一和常任理事国。现在跟中华民国建交的15个国家也都是联合国的成员。小粉红5毛天天说台湾不行，中共国 GDP 全球第2，可这些东西跟你有什么关系吗？说点实际的好不好？中共国 GDP 全球第2，疫情期间别的国家都是发钱，中共国给老百姓发了多少？即使中华民国邦交国没有中国那么多，但是中华民国的护照还是更好用一些。持有中华民国护照，全球140多个国家免签，旅游、留学、移民都方便。中共国护照除了电影《战狼》里面吹下水，能有多少的实际作用呀？我们都是普通的老百姓而已，只有实际的才是有意义的。所以没事的时候，请大家多来我们频道看看节目，提高独立思维，道理都是相通的。一个方面想明白了，所有的方面都明白。如果做人稀里糊涂的，那生活、学习、工作各个方面都会受到影响。好了，本次节目就到这里，我是 Klaus， 我们下次再见。